中國這個國家已經窮到開始勒自己的脖子了。不是過緊日子，不是財政收縮，不是那些新聞裡溫溫吞吞的官話，而是北京地方整個財政系統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現金枯竭。10月份，中國財政支出暴跌 19%， 這是自2021年以來最大跌幅，是4年來最慘烈的斷崖式下降，是一個國家的最後錢包突然扔掉了底部。你可能不知道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，它意味着連穩增長的最低限度都撐不住了，意味着連預算裡那些必須花的錢都開始被推遲、被凍結、被消失，意味着地方政府、醫院、學校、社保系統將面對一個正在縮小、再縮小的財政池子。而最讓人絕望的是，財政部並不是不想花錢，而是已經沒錢可花。根據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，10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合計只剩下 2.37 萬億元，這是自2023年7月以來的最低水平。用彭博社的數據說，這是2021年以來最大單月下跌。而財政收入呢？10月，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只增長 0.8%， 注意是 0.8%， 連1%都不到，比2023年的 6.5% 和2024年的 1.3% 全部更低。一個國家的口袋收入只漲了零頭裡的零頭，卻要承擔全社會的支出壓力。這不是緊張，這是喘不上氣。連學者都開始說真話了。西南財經大學李建軍教授說，今年以來，大部分省份財政收入增長承壓。什麼叫承壓？就是壓不住了，就是掉下去了，就是沒救了。天津、浙江財政支出甚至已經出現負增長。天津前3季度財政支出2292億元，同比下降 9%。為了活着，他們已經開始砍掉過去最捨不得砍的錢。財政收入的基本盤在哪裡？在經濟裡。經濟最容易看到的指標是什麼？稅收。而現在，連稅收都開始一個接一個熄火。特別是中國最重要的3大產煤省山西、陝西、內蒙古，前3季度財政收入分別：山西下降 8.9%， 陝西下降 7%， 內蒙古下降 1.3%。這3個省有個共同點：財政靠煤，經濟靠煤，稅收靠煤。當煤炭價格暴跌，一切都會跟着暴跌。今年6月，秦皇島港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跌到618元每噸，較年初高點暴跌262元，同比下降 29.8%。一個行業跌 30%， 你可以想象它的利潤會掉到哪裡。而陝西省財政廳的數據更加觸目驚心，資源稅同比下降 13.4%， 國內增值稅下降 4.5%， 企業所得稅下降 6.8%， 個人所得稅下降 5.9%。 最慘的是哪裡？榆林市，降幅高達 17.5%。 那是什麼地方？陝西最富煤炭資源的區域，曾經一個煤價上漲，全城買房的地方。現在呢？被煤炭拖着往下掉。這是資源省份的命，漲的時候一起狂歡，跌的時候一起沉下去。CNBC 引述高盛分析稱，10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跌幅達到 11.4%， 是自疫情以來最弱表現。什麼叫固定資產投資？最能帶動經濟、最能見效的部分，基建、廠房、設備、鐵路、公路，這些在過去是放水就能拉起來的砝碼，現在沒用了，因為沒有錢了，因為地方背債背到窒息，實在投不動了。你可以理解為，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徹底熄火了。如果說以前的財政是敢花錢、敢取債、敢搞基建，那麼現在的財政只有4個字：忙於還債。中國財政的真正危機根源不是支出減少，
而是債務時代已經結束了。你可以想象一個家庭貸款買了房車，負債累累，本來還靠獎金兼職勉強撐着，突然有一天老闆告訴你，你今年獎金沒有了，明年可能也沒有，這家人接下來怎麼活？削枝斷枝砍枝再砍枝。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的家庭。中央在做什麼？化債。什麼叫化債？把地方政府那些無法公開、不敢說出口的隱性債務，用國家信用重新包裝再發債，把舊債換成新債，把高息換成低息，把短期換成長期。聽起來像救命，但真實效果是，錢是發了，但全被用來填窟窿，不會產生經濟活動。於是數據就出來了，錢撥下去了，但沒有形成基建，沒有形成投資，沒有形成新的就業，也沒有刺激消費，就像往一個黑洞裡倒水，倒得越多，洞越深。財政最大的壞消息不是支出下降 19%， 而是土地出讓金，這個國家財政最依賴的巨型造血系統正在萎縮到不可逆的程度。開發商不拿地，沒人拍地，流拍率居高不下，政府性基金收入斷崖式下降。過去20年，中國地方財政靠什麼？靠土地。現在這條血管正在乾涸，你可以理解為，整個中國財政的心臟正在失去泵血能力。為了穩債務，中央對地方新增項目審核嚴得嚇人。特別是12個重點化債省份已經進入新增項目幾乎全部凍結的模式。什麼意思？就是你看到的高架不修了，地鐵不延了，老舊小區改造慢下來了，學校醫院擴建擱置了。我們都知道基建是經濟最重要的支撐力量，但連它都不動了，那麼經濟只能靠自我循環。而現實是，消費低迷，出口疲軟，製造業投資冰點。於是財政部的數據才會讓人心涼到骨頭裡。10月支出暴跌 19%， 不是意外，是必然。學術語言說，這是財政進入換擋期，去風險期。但老百姓感受到的只有2個字：變窮了。醫院收費漲，公務員績效砍，村鎮社保延遲到位，項目停擺，工資發不出，民企接不到工程，城投停止付款。無論你怎麼看，這都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該有的經濟體感。10月財政支出暴跌 19%， 只是一個開始，它會帶來一連串經濟後果。基建進一步下滑，製造業投資收縮，地方就業下降，城市活力減弱，消費意願持續低迷，中小企業倒閉潮可能再次加速。最可怕的是，財政是所有行業的最後買家。如果財政不花錢了，整個國家會進入真正的寒冬模式。你可能以為財政支出下降 19% 這種數據離生活很遠，但請記住，中國財政是整個社會的血液系統，血液少了，哪個器官先壞？永遠是末端普通人。現在不同地區出現了這些現象，多地醫院開始取消免費項目，各種收費悄悄上漲，老師、護士、公務員的績效獎金被削、被壓、被延期，公路維護拖延，坑坑洼洼越來越多，城市亮化工程減少，夜晚變得更暗，鄉鎮社保中心出現延遲撥付現象，部分縣城出現財政吃緊提醒，禁止一切不必要開支。所有這些都不是巧合，都是財政支出被切肉式壓縮後的直接反射。財政是一棵大樹，當樹開始枯萎，最先變黃的永遠是葉子，而普通人就是那些葉子。中央要求各級政府必須過緊日子，但現實情況是，已經不只是緊日子，而是苦日子。地方政府的應對方式很直接，會議少開，差旅減少，福利砍掉，津補貼縮水，工程延後，招聘暫停。你在新聞裡看不到這些細節，
但在全國的縣城、省會、三線城市正在靜悄悄發生。為什麼財政會突然陷入這樣的困境？財政不是機器，它必須靠收入支撐。而現在的中國財政正面臨幾十年來最嚴重的三殺。第一殺，稅收增長幾乎停滯。10月財政收入僅增長 0.8%， 企業利潤低迷，工業出廠價格 PPI 長期負增長，稅基收縮，沒有增長的稅收撐不起擴張的支出。第二殺，土地出讓金斷崖式暴跌，各地流拍率飆升，開發商不拿地，土地市場死寂，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縮水，這是財政的致命傷。第三殺，地方債務償還壓力全面爆發，地方債總規模超過60萬億元，其中大量是隱性債務，必須化債。過去債務滾動還能靠賣地續命，現在賣地不行了，只能拿財政硬頂。於是財政部只能選擇減少支出，優先還債。這就是北京忙着還債的現實。10月財政支出暴跌 19%， 只是一個信號，是一個開端。未來很可能出現更多月份財政負增長，地方財政繼續壓縮，基建投資繼續下滑，土地財政進一步收縮，城投債壓力繼續暴漲，企業稅基繼續萎縮。財政不是一天變差的，但財政危機往往是某一天突然暴露出來的。2025年就是暴露的年份，北京沒錢可花，地方沒錢可花，中國進入了財政緊縮的關鍵期，這是經濟寒冬真正開始的信號。